12号，俄军派出规模罕见的舰艇编队远赴古巴参加联合演习，震动美西方舆论。有美国媒体形容是古巴导弹危机2.0版。美军也针锋相对，高调派出核潜艇到塔纳摩湾美海军基地。北约成员国加拿大的一艘巡逻舰也进入古巴哈瓦那港，古巴也被视为美国的后花园，现在这里十分热闹。 当地时间6月12号，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古巴哈瓦那港。编队入港时，俄军舰艇与古巴革命武装力量互相鸣放了21响礼炮。此次访问古巴的舰艇编队由俄海军最先进、作战能力最强的护卫舰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救援拖船尼古拉齐克尔号、游船科学院院士帕申号以及核潜艇喀山号组成。 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俄海军舰队出现在加勒比海，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海军首次派遣核潜艇访问古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对俄罗斯这样的海上大国来说，这是一次常规访问。A Russian naval deployment docked in Havana on Wednesda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in Ukraine. Analysts say it's a signal, coming 2 weeks after Washington gave the Ukrainian army the green light to hit targets within Russia with US weapons. The Russian Defense Ministry released a video of the flotilla carrying out drills while approaching Cuba,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ispatched 3 destroyers to track the flotilla. 那么俄罗斯用这种方式也表明，就是说，如果西方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也是可以完全进行各种反制的。 就在俄军舰队抵达哈瓦那的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面。两国外长分别谴责了美国对彼此的经济封锁和制裁等霸权行径。 尽管古巴方面此前表示，抵港俄军舰艇均不携带核武器，但大规模的俄海军舰队到访被视为美国后花园的古巴，依然触动了美国的神经。据悉，俄核潜艇及护卫舰此次携带了最新型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口径巡航导弹和镐玛瑙反舰导弹。作为俄军装备的首款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锆石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战斗部重量 可达400公斤，最高速度超过8马赫，弹头采用成波体设计。俄媒指出，古巴哈瓦那距离美国海岸约180公里，如果使用锆石，则能在几秒之内抵达美境内目标。 美媒透露，美军出动了 P-8A 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并派出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与1艘加拿大护卫舰、1架加拿大空军反潜巡逻机一起监视俄军舰队，并尝试搜索潜艇。 美国新闻周刊用“古巴导弹危机2.0”来形容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进入古巴港口。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在1962年10月，持续了13天。苏联妥协撤走有关导弹，美方也解除了对古巴的严厉封锁。而事情的起因是苏联为反制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可搭载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因此才秘密将同类核武器运至古巴。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距离核大战爆发最接近 的一次危机，让全世界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为了防止美军中的激进派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对苏联发起核打击，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设计核按钮手提箱的一整套程序和机制，沿用至今。美国和俄罗斯就像他们在冷战时候的美苏两家一样，他们对这种互相玩那个猫捉老鼠游戏、互相威慑、互相反制的一个 经验应该讲是很丰富的，我个人感觉也不会出现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战略失控现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这次同样十分紧张。在俄海军舰队到访古巴的第2天，美军南方司令部就高调向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派出了海伦娜号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并也称之为例行港口访问。 关塔那摩湾美海军基地是美军最古老的海外设施，也是美国唯一一处设在社会主义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最初以租用方式获得使用权，占据此地将近130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后，宣布这里是被美国非法占领的领土，要求归还，但遭到了拒绝。美军还于2002年在基地内增建了一处拘留营，用以关押在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中被捕人员。这些人遭受非人道折磨的 新闻屡见报端，丑闻不断，但美军宣称关塔那摩湾不属于美国境内，因此不受美国法律管辖，是一片法外之地。
关于这次美军罕见主动公布核潜艇访问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国动力网站战区专栏解读称，美国军方很少公布其核潜艇的具体位置，南方司令部的声明是向俄方发出回应信号。美联社认为这是美海军在向对手秀肌肉。美海军海伦娜号是一艘洛杉矶级核动力潜艇，可装备鱼雷、战斧巡航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但它服役已经接近40年。它都代表了俄罗斯现在最新的一个水面舰艇技术和那个核潜艇攻击技术，他们的攻击力啊，尤其是对美国东海岸的一些目标的一些潜在的威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另外俄罗斯边队还有一艘游船和一艘那个打捞拖船，这表明也就是说俄罗斯也给他们准备了在远洋进行那个作战的一个必要的辅助能力啊。美国这次派海伦娜号这么一艘老旧的核潜艇进入古巴，主要也是一个显示吧，并不是说真的要用这种潜艇去对抗那个俄罗斯的一个潜艇舰队。14号，古巴副外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表示，美方按照多年来一贯程序，在海伦娜号驶入古巴境内之前进行了通报，但他强调，我们并不喜欢一个敌视古巴的国家的核潜艇出现在我们的领土和水域中。外界注意到，古巴方面其实一直不欢迎美国核潜艇。去年7月，同属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的帕萨迪纳号也曾不请自来，古巴方面当时十分愤怒，称是挑衅性的升级。上周，五角大楼发言人迪茨曾表示，美国当局认为俄罗斯部署核潜艇，部分原因是古巴政府不满帕萨迪纳号去年访问关塔纳摩湾。分析认为，美国虽然没有关塔纳摩湾的主权，但已经事实盘踞在这里超过1个世纪。美方也时不时向古巴秀肌肉，来宣示其控制权。从战略上来说，关塔纳摩湾基地是美国加勒比海战略的重要支柱，这里扼守南美洲通往北美的海上要道，也是大西洋进入加勒比海的咽喉。因此，美军绝不允许俄罗斯染指此地，而俄罗斯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提醒美国自己的战略实力。这是双方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应该讲一直是双方外交的一个障碍。那么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关塔纳摩基地掌握在手里？因为我们讲美西战争是美国走向全球扩张的一个关键节点。美西战争以后，美国就开始把控制整个拉丁美洲作为它的一个基本国策。关塔纳摩湾正好是处在这个关键基地它同时连接了大西洋和那个加勒比海那么这是美国要强行占领那个关塔纳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因素。再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一场所谓和平峰会于16号在瑞士卢塞恩结束，但和平依旧遥遥无期。据悉，主办国瑞士发出了约160份邀请函，约90个代表团出席会议。婉拒出席的国家和机构表示，不参加的原因是主办方没有邀请俄罗斯，因此无法讨论真正的和平。当地时间15号和16号，乌克兰和平峰会在瑞士卢塞恩湖湖畔的布尔根施托克酒店会场举办，集中讨论了核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战俘等问题。因为前4次和平会议呢，乌方呢这样的一些努力呢，没有达成他的一个预期的目标，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方面为了吸引更多的这个国家参与这个和平峰会，特别是这个全球南方国家，所以他10点里面他选出了这3条，拿出来这个供大家讨论。瑞士政府表示，大约90个国家代表团及57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会。深圳卫视注意到，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缺席本次会议。另一方面，一直高调支持乌克兰的美国总统拜登也缺席，即使他刚刚参加完意大利7国集团峰会。据悉，拜登急着回国参加一场大选筹款会，这让乌克兰相当失望。有当地舆论评论认为，这显示了拜登所关注事务的优先级排序中，乌克兰远没有他宣称的那么重要。美方由副总统哈里斯出席会议，哈里斯当场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的新援助，其中5亿美元用于能源方面的项目。此外，之前已经宣布的3.24亿美元也改变用途，用于乌克兰紧急能源需要。据乌方在会前通报，以去年冬季该国发电能力峰值18吉瓦时计算，现在其中的一半的发电能力已经不复存在。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重建这些发电能力需要好几年，目前多地的计划停电时间延长。值得注意的是，该国最大发电设施扎波罗热核电站目前处于俄方控制下，但仍由乌国家电力公司运营，生产的电能也供给乌克兰用户。
德新社报道指出，这次和平会议是瑞士在乌克兰的极力主张下，以中立国身份发出的邀请。瑞士政府表示，未邀请俄罗斯是为了未来俄乌双方都能与会做准备。但法新社不认可这种说法，指出这场会议就是美西方召集一些国家集体向俄罗斯施压。德国《时代周刊》报道引述学者观点指出，和平峰会邀请不到俄罗斯参加，只会变成乌克兰一方的公关秀，起不到止战谈和的作用。乌总统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要将会议中关于和平的决定传递给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据当地媒体报道，乌克兰民众也普遍对会议持消极态度。不少民众表示，这次和平峰会可能首先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因此他们不指望这次峰会能做出任何重大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议前，乌方表示考虑下次邀请俄罗斯与会。在俄乌战场上焦灼形成一种对峙僵持、消耗战的这种状态下，在战场以外呢，如果没有邀请俄罗斯参与去进行对话协商的话，恐怕很难达成这个和平的这个目标。实际上，俄总统普京在这次和平峰会前夕也提出新的和谈条件，包括乌军撤离东部4个地区，以及书面承诺不加入北约，还要求美西方撤销对俄罗斯的约2万项制裁措施。乌克兰、美国及北约随即拒绝了俄方开出的条件，外界担忧这可能导致俄军对哈尔科夫的攻势将增强。乌方此前也提出10项和谈条件，其中包括俄军全面撤军。乌方还完成了在不满足上述前提的情况下，谁与俄罗斯谈判，谁就犯下叛国罪的立法。双方呢都希望保留现有的利益，而且随着西方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新一批的这个武器装备到位可能战场还会有所升级。美西方近期持续援助乌克兰，承诺的数额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自冲突以来，美国承诺的援乌总金额高达1700亿美元，与美方提出的5年升级核武系统的耗费相当。欧洲国家援乌总额约为1350亿欧元，但据美方统计，有关金额的超80%都流向了美国国会议员们家乡的军火商，因此有助他们的选举。有德国媒体评论认为，对欧洲而言，只有乌克兰不断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援助才可能持续下去。